但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持续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日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李胜峰，有人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看到从2月28号到现在啊，其实美以跟伊朗的这个对战哦，其实已经来到了第10天。好，所以呢，大家也很关注目前的战情哦。我们赶快带大家来看哦。看到的这是央视所报道说，这伊朗称真实承诺4的行动啊，已经到了第30轮的攻势，已经正在开始。好，他们说这次的行动当中使用的是霍拉姆沙赫尔4的飞弹，还有法塔赫飞弹以及海巴尔谢坎飞弹，还有无人机，说成功攻击了该地区的美军基地，还有以色列北部的目标。那甚至伊朗也宣称说啊，他们摧毁了伊拉克美军基地一个重要的雷达，他们是用1架无人机就摧毁了哈，说这是位在伊拉克库德自治区哈里尔空军基地的一处重要雷达。不过相关的讯息目前美军还有伊拉克方面对此都是暂时没有回应的。好，那也因为知道嘛，这个战事很多的讯息都会各自出现。那当然我们就会说这是伊朗称，那美方的部分我们也会带大家来进行核实。好，但是也有一个伊朗说他们24小时之内摧毁了4台美军的萨德反导系统的雷达。他们说在这个是部署在伊拉克西部，还有阿布达比以及沙烏地阿拉伯，还有约旦东部地区的萨德远程雷达，先后都被进行定点清除了。好，那这也是伊朗所称啊。那美方的部分目前也是没有回应的。好，那我们看到伊朗现在巨响，而且说我要应战到底。我们先看川普的说法，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说法知道说目前的战事大概到什么程度了哈。好，那上礼拜的时候，我们曾经也提到过，川普有讲过说不排除派地面部队进入嘛。好，现在他又再度说了，不排除派地面部队进到伊朗夺取核武库。他说我们也许在某个时间点将会这么做但是目前我们只是在彻底的摧毁他们，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好，那也就是说不会和解。那川普现在要伊朗完全丧失军力，那我们也看到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对他说伊朗永远不会投降，说敌人必须将伊朗人民无条件投降的梦带进坟场。伊朗的外长阿拉奇也特别补充说美国跟以色列正在杀害的是伊朗人民，说已经破坏去年达成的停火协议，因此他们也不会接受停火。伊朗必须为人民跟安全继续奋斗，直到胜利为止。好，那我们在上周也曾经讲说，伊朗是有被美国攻击。好，那这个军舰叫做德纳号护卫舰。那目前已经说这个伊朗有说一个最新的数字是造成了他们104死32伤。好，那德纳号的部分大家记得吗？是在上礼拜3的时候，他们是刚结束跟印度的联合军演，然后在印度洋这边被美军击袭，所以呢，大家就说了这件事情也是蛮让人觉得是有点案外案的因为它不是在整个这个中东地区，而是跑到了印度洋这里。好，伊朗这边就说这起的攻击就是美国卑鄙恐怖的行动，而且造成了严重伤亡跟物质损失。那华邮这边则是有一个新的报道他说伊朗的货船从广东出发，疑似载运的就是飞弹的化学品。那详细的报道说，根据记录分析，这一周有2艘属于伊朗公司的船只从广东的一处化学储存的港口满载着货物离港，而且正驶往伊朗当中。好，那美方的部分就说这个公司可能是跟德黑兰的弹道飞弹计划是有关系的。好，那有专家从这里头分析说确实蛮值得注意的因为美伊交战的时候，北京如果仍然是允许再有跟武器相关的材料船只离港，而且还驶向的是到伊朗去的话，这确实有一点讯号存在。好，那我们要看到伊朗内部的一些政局发展，因为虽然现在美国跟以色列把哈米尼打死了，但问题是他们接下来的接班人似乎不受影响。我们看到
几乎确定了，就是由哈米尼的次子接班。好，这是正式宣布由穆杰塔巴接任最高的领袖。好，这是在今天凌晨正式宣布的。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声明已经准备好要追随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好，穆杰塔巴也是跟哈米尼一样，是属于强硬派的。好，所以呢，大家现在也很关注川普这边的态度。好，他当然是呛虾他说新的最高领袖必须要得到他们的批准。好，说如果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他撑不了多久。好，那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前外交官艾尔说穆吉塔巴比他父亲还更糟，也更强硬。他是革命卫队属意的人选，他有很多的仇要报。那以色列的国防军则是也呛瞎说，伊朗的恐怖政权正试图重建自身，而且要选出一位新的领导人，警告所有参与继任者遴选会议的人我们将毫不犹豫的将其列为打击的目标。所以可以见得接下来恐怕以色列还会有新一波的攻势，那会不会又把美方拖下来？好，我们也是很关心，因为原本这个川普不是说打4周吗？现在有人认为可能要打个1年半载也不一定。好，当然我们一开始看到了很多伊朗猛攻美国防线的讯息跟战报，我们先问亮哥。这个美国本来是想定4周嘛，4周不就3月31，刚好去中国，带着胜利的成果，说认为这个是一个筹码那目前看起来不太顺因为讲白了我觉得伊朗因为他没有制空权嘛，所以他地面上有军事价值的东西都被炸光了啦他现在都是在地下那伊朗这个地形你要知道当初伊拉克这是沙漠，那是平的所以美国的地面部队很快就上去了，而且搞到了10几万人伊朗是高原地形，500公尺起跳，然后呢有300多座大山，然后伊朗革命到现在已经46年，所以它的飞弹基地还有重要的这个决策机构都在地底下平均100米以下。美国最大的钻地弹 GBU-57就 B2 隐形轰炸机，即便它来炸它也只能够达到60米，你怎么弄所以川普才在那边讲说我要派地面部队，那大家在传可能是82空降师嘛82空降师当年就是在伊拉克把苏莱曼尼给干掉，那个精锐部队大概有5000人那请问你要怎么打？你要去钻那个山吗？然后从那个入口攻进去？你是要这样打吗？然后他又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夺回伊朗的库存的浓缩铀那我跟你讲伊朗的库存的浓缩铀好几个地方全部加起来超过1000公斤，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搬因为我们通常这个精锐部队他出发大部分都是斩首目的了，或者摧毁某一个军事的价值目标。你这次不是你是要找到浓缩铀，然后把它拿走，不可能。我就不知道你这个要怎么打所以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有点僵持了。那伊朗也在降低它的导弹的这个发射的频率了，可是它的打法已经非常确定了，就分2个。第一个是我先用无人机来消耗你的拦截弹，然后接下来我就用导弹打你的目标那你也可以发现伊朗的命中的那个命中率也越来越高了。现在整个阿拉伯半岛31个美军基地都被打。为什么要打阿拉伯的美军基地？我认为它最后一个大戏就是针对以色列，因为我把你的侦测的雷达都炸掉，然后也让你的拦截弹在这个阿拉伯半岛的节点都被炸掉，那就是我跟以色列单干那个时候以色列他面对各种导弹的命中率跟这个一定会开始大量增加，所以我认为对伊朗来讲，真正的战争还没开始。
他现在是要破坏美军在阿拉伯半岛所布的节点啊，而且他的总统2天前出来开记者会，向邻国道歉嘛，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不要攻击我们，我也不会打你们。”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美军是从你们这里起飞，我就打你，那都对不起啊，我还是要打啊。结果隔天又打了伊拉克跟巴林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海湾国家决定中立，那接下来就是轮到伊朗跟以色列真正的战争就开始了。好，这才是真正的对决哈。顺风委员，这是一场一开始就打错的战争。我们现在回想一下，任何一个战争一定要有一个战争目标。那这一次究竟美国对伊朗开火的目标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我总共统计有4项，不晓得哪一项是真。第一个就是端掉他的核武库，可是这一个呢，偶尔讲，偶尔不讲。第二个呢，就是要怎么样子呢？要换掉政权，说这个政权是邪恶的。第3个呢，是要报仇，因为我遭到了好几次被暗杀，所以我现在要回来复仇。第4个，这是一个地球的邪恶政权，从文化跟信仰的角度上，它必须要消失。到底你是因为这4个目标的做法都不一样。假如我只是报仇，那我把你斩首了，就宣告胜利了，因为我达到了。那假如是核武库，那我就针对核武库的做等点。他说是他搞不清楚到底他是为了什么。你看每一个理由是一日3变呢。对，一个战争是这样子，这怎么能打呢？再过来呢，我们来看看他呢，因为没有明确的作战目标，所以下面就有个问题：任何一个战争，假如没有终战计划，那就不晓得该怎么结束了。战争要启动是很简单，结束是很困难。没有目标、没有终战计划的战争，那就随着川普一个人的想象要来开始，要来结束，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那现在呢？前一阵子我们看到的是伊朗怎么被打啊，被打得多惨多惨。那最近这几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国的基地啊，怎么被打得多惨多惨。其中有一个在外电里面我看了，而且去求证了，就是以色列拉特维尔夫的地下指挥中心，就是他的国防部的地下指挥是被端掉的。这个是因为以色列对于军事新闻的管控是比美军还严格的，因为美国的基地大部分还是在中东，所以还有信息可以外露的。那以色列是被封锁的，那这个封锁的信息证实是已经存在了。那你想战争打到这样子，他怎么办呢？再过来，神权社会跟素食的社会里，显然素食的我们对一个神权的国家是不太了解的。那比如说，他们希望能够更换掉政权，可是别忘了，这里面有2个问题。好吧，就算这些素食派，大部分居住在哪里？大部分居住在城市里啊。那你这次所有的攻击都是攻击在哪里？都攻击在城市里，受害的是那一些你希望他起来反抗的人啊，而那一些充满了革命战斗意识的是在农村里啊。那这些人你是激怒了他们，这整个的战略，我不晓得，真的是对一个神权社会没有办法掌握住的一个错误。所以就相对的，这一次一打仗到现在为止，这一些对伊朗神权的政治有意见的人是有意见的，但是他们并不想被推翻，他们并不想改变为伊斯兰的信仰，这个都还是在。所以包含把这个哈梅内斯给他这个斩首了，是问题就解决了？没解决。等一下我们现在会提到，比如说他新的人选，照道理说违反世袭的，但仍然被接受了，为什么？这还是拜美国之赐啊。所以川普问题没解决，反而问题接下来是越来越大哦。赖老师，对，因为这个战争已经打了10天了嘛，我们看到美国跟以色列对外的透明化、公布的讯息越来越少啊，也不太接受采访啊，也不让人家到基地里面去看啊，到底被炸的情况怎么样，什么都不知道。那这个代表说情况并不理想，因为如果说对自己的情况很好的话，一般来讲是很乐意公布这个战果的。但是现在对于伊朗的战果的公布的数量越来越少，对自己本身被攻击的公布的数量越来越少，然后伊朗直接就说我们有活逮你好几个人，然后这个美国人说没有，
那伊朗说我们已经迟早你会看到结果啊。那到底有还是没有啊？那到底多少兵死了多少人？到目前为止都不知道。我觉得当美国跟以色列一直在掩盖一些它的战损，然后扩大对方的战果，伊朗如果也做同样的事的时候，那就代表说双方的打法其实都已经越来越不理想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打到现在10天，很明显的伊朗没有屈服。如果伊朗屈服了，那事情也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伊朗没有屈服，可是美国也把它打不下来。那这个就跟我们之前的预测是很接近的，也就是说，你很难透过轰炸，然后就造成这个政权就瓦解。我们也没看到伊朗的民众走上街头啊，然后利用他们现在的这个自卫队或者是他们的正规军被美国 K 得很惨的情形下，他们的伊朗的民众走上街头，就趁势就把这股政权推翻了，没有，都没有。可是反而我们看到的是伊朗的民众走上街头支持他们的政权，支持他们的政府，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也就是说，经过美国、以色列这样的斩首行动，还有不分黑白的，而且把这个无辜的这些小孩子炸了、杀了100多人，还有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昨天这2天炸了德黑兰的燃油库，不是石油库，是燃油库，也就是说它是提炼出来之后的石油的汽油，你把这个汽油你把它炸了。炸了以后，它整个往上冲的时候形成了黑雨，然后它对于当地的污染跟造成火海，还有它对呼吸气道的影响、对皮肤的影响、对婴儿、对老弱妇孺、对生病的人、对产妇他们的影响很巨大的情形下的时候，这个叫做无差别的攻击。无差别的攻击就已经涉及到人道主义的问题，涉及到战争罪的问题，那它会激起更多的伊朗人的团结。它会激起更多的伊朗人，还有国际间对于美国跟以色列人的仇恨，因为大家认为你们已经不分青红皂白的杀，这个是不应该做的事。那这样的情形您看到了，那也就是伊朗他们就直接打这个川普耳光了。川普说你不可以跟我选这个哈梅内伊的儿子，他们就选出哈梅内伊的儿子。一方面对哈梅内伊致敬，二方面让伊朗表现出他们会更加的强硬。我个人认为，美国的这些所有的做法跟手法，使这一场美伊的战争很有可能会走入焦灼。一旦走入焦灼，往上拉长的时候，对美国不利，对欧洲、对亚洲更加的不利。对，我也看到有分析说，其实川普完全不懂伊朗的文化，还有他们的宗教，所以他这样子的行动，或许反而让伊朗人更团结。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现在伊朗选出了新任的领导人之后，其实他们的攻势还是不断。我们也带大家来看哦，其实伊朗也说他们击落了80架各类型的无人机。好，这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所说哈，他说伊朗防空系统已经击落了80架各型无人机，其中包含3架美国 MQ-9 无人机，还有74架以色列赫尔墨斯900，还有赫尔墨斯450，还有苍鹭等机型的无人机。好，所以现在看起来伊朗没在怕，也不是吃素的，所以他们直接是放话说我们可以再打6个月。他说他们准备好了，以目前的节奏持续密集而且全面的战争可以6个月。好，那我们也看到了伊朗的高官也直接呛瞎川普，我们来听他怎么说。چون هرچی ایشون تلاش کرد مردم پاسخی به او بدن ندادن. حتی تهدید کرد، گفت شماهای بعضیاتون که به ما پیغام داده بودین که اگر ما حمله بکنیم به ما میپیوندید، اگر به ما تو این شرایط نیاید ما لوتون میدیم. این نمیفهمه. بابا ایرانی ها ممکنه با هم اختلاف داشته باشن اما ایرانی هن. اینا پای ایران ایستادن، پای تجزیه ایران با شما همکاری نمیکنن.
好，这位就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拉里贾尼哦。好，之前我们也曾经提过他，他也是直接呛瞎川普说没在怕，不会停。好，那他现在也说川普根本不懂伊朗哦，因为他们都是伊朗人哦，怎么会为了美国来分裂伊朗呢？好，但是我们要看到以色列这边说没有，我们其实有一些战功哦。他说他们空袭了贝鲁特市区。好，这是以色列的军方说啊，他们清晨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了打击，而且击毙的是伊朗革命卫队旗下的圣城旅5名的高层指挥官。好，你可以看到就是现场黎巴嫩首都的画面哦。好，那这也是以色列上周重新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打击以来，首次对贝鲁特的市区发动了打击。好，你可以看到断垣残壁。好，那以军也说啊，其实贝鲁特市区的行动是针对一家酒店。好，因为当时这5人，也就是圣城旅的指挥官，都藏身在这个酒店里头开会。那以色列军方就说啊，5人参与向真主党跟哈马斯提供资金、武器还有情报。好，问题大家还是想问哦，说那美国、以色列，你们跟伊朗的战争到底何时结束呢？好，毕竟这牵动的是全球的局势跟政局，还有经济哦。好，我们看到川普啊，他最新的讨论是说啊，针对什么时候结束跟伊朗的战争，他说要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之间的共同决定，会在适当的时机做出判断。好，不过白宫啊，最近对于这个伊朗的这个攻击他们也剪了一个影片。好，他们是用混剪的方式在社群平台的 X 发布了影片，所以我们把这个影片拿给大家看哦。好，您可以看到呢，他们是把好莱坞电影还有电子游戏的片段，跟美军近期打击伊朗军事行动的画面拼接在一起。那这当然就是希望能够高调的宣扬他们对伊朗实施的军事打击。好，但是蛮多批评人士说啊，其实啊，白宫利用了社群媒体来炫耀武力的同时，其实也在混淆视听，而且试图淡化真实战争的残酷。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网友真的是大声的批评说啊，麻木又病态，还有说啊，战争岂可儿戏呀？好，那我们也在看到石油危机持续升温，也就是伊朗攻击波湾国家。现在阿拉伯联盟的秘书长也是痛批说啊，非常的鲁莽，所以呼吁伊朗当局必须要扭转这项重大的战略错误。那沙烏地的外交大臣则说，如果伊朗持续的打击沙国领土或是能源设施，那他们就会被迫允许美军使用沙国的基地来进行军事行动。那如果德黑兰，也就是伊朗持续的攻击沙国的关键能源措施，他们就会来进行报复。好，那伊朗报复美以的攻击，现在美国是下令了撤离驻沙烏地的使馆人员。好，那现在国际油价飙涨超过了20%，已经冲破了1桶$110哦。美国的能源部长是吉安抚啦，然后说最近的油价大涨反映了是跟伊朗战争相关的战时恐慌溢价。他说这种现象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全球能源的供应依然充足。好，我是不懂美国的能源部长觉得充足在哪，这个都被扼要的地方都被堵住了那当然，现在全球的危机就在眼前，他还在粉饰太平。好，那我们来看到了伊朗现在强硬的反击。好，那当然川普说我们要跟纳坦雅胡讨论之后，才会做出什么时候要停战的决定。我们先问亮哥。因为坦白说那个哈米尼他爸爸实际上是个温和派。以前去年6月，那个伊朗不再攻击，就是他 hold 住的。结果美国现在跟以色列一起把一个温和派杀掉了。那他儿子本来就是强硬派。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竞争者，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一位，就是这位，就是拉里贾尼。拉里贾尼也是强硬派。我说美国自己造成这个局面嘛，而且他们这一辈都是打过2伊战争的，有实际军队的经验那这个哈里贾尼的家族就是教士政权的权贵家族，他们家有6个人都在革命卫队政权里面任职，而且级别都非常高所以坦白说了，你若把哈米尼那个儿子打死，就轮到他了。
所以我说你要怎么弄啊？其实美国那个川普还接受，我记得不知道是哪一个报纸的记者跟他坦诚啊，因为川普这个人藏不住秘密的。他说美国所青睐的第一候选人、第二候选人、第三候选人都被炸死了。48个人里面就有3个是潜在的亲美派，跟美国有一些关系的，包括那个跟哈米尼开会5个人现场被炸死那个国防部长，那个人跟美国关系也不错，被炸死了。所以我讲白了啦，美国现在没有对象，他的对象只有现在那个总统，啊，可是那个总统是民选的，他跟革命卫队没有关系啊，你这样怎么 hold 得住？你这个政权我讲白了啦 ，hold 不住革命卫队，都没有办法稳住伊朗这个政府了。所以伊朗为什么会后来因为为什么都变成回去爱伊朗这个国家？其实他们对教师政权是很不满的，贪污啊，干嘛啊？可是他们想到国家会分裂、会内战，觉得更可怕。这没得选择的状态啦。好，我们接下来问顺峰委员。美国市场是把这场仗自己已经逼到不是伊朗没路可走，逼到美国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来收场。而且我发现人类最大的错误就是真的不记历史的教训。日本人当时在攻打中国的时候，就在南京进行了一场几十万人的大屠杀。他认为这样可以把中国抗战的意志彻底的摧毁，但是那一场屠杀反而激起了4亿中国人民会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不可。一样的道理，他这一次把哈梅尼给斩首了，他认为这样秦龙就无首，结果呢，不是秦龙无首，是秦龙出头了。那果真，那么在他们当时的设计里面，是这个神权的位置是不能世袭的，因为是神指定的。可是最后为什么哈梅尼的儿子产生了？就在这一个混乱的状态之中，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本来怎么选择都不会选择到现在他们选出来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傲慢，就是川普的傲慢，是说，哎，你们决定政权要经过我的，不是经过的，我要参与其间，也就是要经过他的同意。这个话对整个一个神权为主的国家来看，那个羞辱有多大？因为这是一个真主啊，在人世间的一个代理人。这个代理人，美国总统说我要来决定。各位想一想，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天主教有关中国教区，就是中国跟这个天主教能不能再互交，就是有关主教的任命啊。有关主教任命就已经这么样子难以做决定了。今天的真主在世上的代表是美国，你要决定，就好像呢，这个梵蒂冈的这个教皇啊，要怎么产生啊？哪一个国家说要我经过我的同意啊？那个你想象那个画面，但是美国正在做这个事。同样的道理，可能呢，华友刚刚有一个报道啊，说是中国这个运送物品呢，经过海运要到，不会的啦。今天中国大陆假如要支援整个的战略物资，真的要支援的话，不要海运也不必空运，就陆运就很顺了，因为载石油回来啊。那要载东西回去啊，因为现在至少2条路线是很畅通的，它每天的这一种额度啊，是少则30万桶，多则70万桶，有这样的运输量，何必用船去运输资源呢？所以华友的那个消息啊，是有问号，真的是有问号。最后有一点，陆路比较安全啊，对，当然安全，而且他敢去轰炸吗？不会的嘛。对，里海跟哈萨克不敢去炸，那太辛苦了。对啊。那最后呢，我很注意到呢，这个海湾国家用的字眼呢，所以你不要再攻击我了，你的行为是很鲁莽。各位，鲁莽就是你不可以这样做了，他不是抗议，不是不准，这里面已经暗含的都是美国，你不要再来用我了，因为我会给你带进代赛战争。日本听懂了没有？好，赖教授怎么看？美国的石油部长说，这个石油的问题不严重啊，因为西半球的油够啊。对，
那您西半球没有问题，加拿大产油，美国也产油，委内瑞拉也产油，巴西也产油，所以你可以满足这个西半球的需要。可是我们亚洲的欧洲跟亚洲呢？欧洲国家绝大部分除了英国以外绝大部分国家不产油。对。亚洲国家除了中国大陆以外，都不产。还有马来西亚有一点印尼有，东北亚但是其他的都没有油。都没有。那我们缺欧洲缺啊，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原油价会飙涨这么的高你看从60块才打了10天，现在已经到110了。而有人上看是150，伊朗说我要让它到200一桶。那从60到200，那观众朋友，我们的股市怎么可能不跌？因为大家马上，我们的这个石油公司，例如说中石化，马上都涨停了嘛，一开盘就涨停了。那大家都知道，倒霉的是我们，然后好的是他们。问题就在于，像卡达已经说它的天然气已经停产了，关火了，那要再重新点火要1个月。可是问题是，除了天然气以外，我们都知道它还有氦气嘛，延伸性产品，那是我们做半导体要的。所以您看，今天我们的半导体业带头领跌嘛，那也就是对台湾、对日本、对韩国、对欧洲，它的股市其实都是一片的肃杀之气这整个绿油油的就一直往下降。那这个对于企业不好因为它资产规模一直在缩小，它的投资、它的海外的布局都会受到影响。事实上，美国只考虑自己，他没有考虑别人，不对的嘛。你要考虑到我们亚洲跟欧洲的国家该怎么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目前来讲，你美国也无能力的去护航。虽然你已经说我这是从上礼拜就说了，上礼拜就是说我第一个我保险我来买单，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真的出手。第二个，他说我的军舰来帮你护航。到目前为止，昨天美国的一艘邮轮还被打，美国的军舰还没有出现在赫尔木斯海峡。这代表什么？没有油公司信任美国，也没有美国的军舰已经摆出阵势，我来护航。那这样的话，打到什么时候？打到没完没了，打到川普说适当的时候我宣布止战。那什么是适当时机？川普说清楚讲明白嘛。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美以攻打了伊朗，好，这会不会影响到川习会这也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好，我们上礼拜曾经有讲过说这个中国大陆的大使有讲到了元首外交，好，可见他们是会继续的进行。好，那现在就是王毅所说了，他是中国大陆的外长。好，那他讲的话当然也是一个指标。他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高层的交往议程已经摆在我们的桌面上了他说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双方为此做出周全的准备，好，营造适宜的环境，管控存在的风险，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好，意思就是说确定有川习会啦，我们要谈什么已经摆在桌上了，也就代表一定会进行。好，那川习会的成果预期现在被说可能会不断的缩水。我们看到路透社访问了5位得知美方事前准备工作的人士，他们就说在当前这个国际情势之下这次的川习会对两国的商业关系不太可能会有所突破，顶多就是维持现状。好，所以还要看看接下来会不会符合川普要的，也会不会符合习近平要的。好，那美伊开战池鱼之殃现在有中国游客花了25万元抢到机票，终于返国。好，这是中国媒体他们报道说有一名中国的游客因为战火滞留在杜拜长达了6天，好不容易抢到的机票却被取消了7次，最后没办法，只好花人民币54000元，大约是新台币25万元左右，买下仅存1张的头等舱机票飞回北京那当然很多人还好，头等舱头等舱还好，好，但是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当然是好事啦好，那现在我们看到了荷姆兹海峡这也是这个全世界都关心的这个非常扼要的这个部分。好，看到它的航运连7天几乎停摆，说24小时内只有1艘船能够通行。好，那一轮就去看说
好像记得说啊，3月5号不是有个铁娘子号也通行了吗？好，那这24小时仅一艘通行的船啊，指的叫 Sino Ocean， 它是一个国际级的货船，它也是采取3月5号刚刚一轮说的铁娘子号的策略，也就是把这个方式讲成了是中国籍的，好，顺利离开了海峡。好，那马克宏跟裴泽斯基安，也就是伊朗的总统，有通电话哈。好，他们俩通电话有讲到什么呢？我们来看哦。那法国这边是呼吁伊方要保障荷姆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那同时也重申法国对伊朗核问题以及弹道导弹计划的一个深刻关切。好，那荷姆兹海峡现在哇，好多的货物被卡在那里，说大家预估有7900亿的货物。好，那10艘的商船现在拿伊朗免死金牌，也就是靠着中国身份伪装安全过关。好，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啦，说过去1周内至少有10艘的船舶将目的地的识别讯号修改成中国船东，那全部中国船员或是船上为中国船员。好，那用中国的身份就顺利的通关了哈。好，那其中有部分的船只处于一个空载的状态，但仍然希望借此举跟中国有连结，来降低遭袭击的风险。好，所以呢，荷姆兹海峡现在被封住了。那接下来对于全球的局势经济一定会越来越大的影响。那目前看到的是华侨银行它有针对中国对荷姆兹海峡长期封锁的敏感度，他认为可能会低于许多的亚洲国家因为中国有积累了全球规模居前的战略原油储备，还有油气也占他们发电的占比是有限的。那报道有说中国的船只成功的通过了海峡。那甚至这个报道里头也说石油跟天然气合计只有占中国电力结构的4%左右，好，远低于东协多数的经济体40%到50%的平均水平。那中国的电力系统要靠的就是煤炭、水电，还有太阳能、风能跟核能。那这些能源均不受伊朗战争的直接影响。所以在华侨银行的这个报告里头显示，虽然荷姆兹海峡被封大家认为对亚洲国家影响比较大，但是对于中国的影响程度是比较低的。好，那我们看到川普嘛，他就是一个很好战，而且就算现在局势不利于他还是要吹捧说我们很棒很棒现在那个胜利优势都站在我这里你看大家就说了，在美洲峰会上面，他是警告古巴说可能会采取行动，所以大家想说天哪，你还要再打好，看到他说古巴已经走到了尽头他们没有路了，没钱没石油治理也很糟糕，而且已经糟糕很久了。他说古巴这种糟糕已经接近尾声，他将迎来美好的新生活，所以才会认为说川普是不是暗示接下来就是要打古巴了好，那美洲之盾的峰会联手打击贩毒集团，川普说他会来援助。我们看到他说力促这个拉丁美洲的国家动用军事力量来抗衡毒瘤般的毒品走私集团，而且提议美国将提供的是飞弹攻击支援，以打击毒枭首脑。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委内瑞拉川普尝到了甜头之后现在对于伊朗虽然是呈现一个僵局，但他也没在怕，接下来可能就是要对赌巴采取行动。好，我们一样先问亮哥怎么看？这个荷姆兹海峡一天从那挡住了油量一天大概是1500万桶一天现在10天了。中国大概是500万桶，中国占1/3中国一天进口的石油大概是1150万桶，所以荷姆兹海峡出来的是40到50%你说影响不大吗？影响当然很大。可是为什么它可以撑个1-2个月？因为中国大陆自己也有产石油，那第二个是战略储备，它的战略储备现在是世界第一，所以撑个1-2个月是没有问题的坦白讲了，这个工作做的最糟糕的是台湾比如说我们讲天然气日本的天然气储备是55天，我们台湾是11天。日本的天然气占总发电量是35%，我们台湾将近50%。
所以你就看这个对比，你就知道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民进党既然决定要逐渐把核能给弄掉，你天然气要进口那么多，你就要建立储备啊。那事实上他并没有建立啊，这个也不是怪赖清德啦，主要是蔡英文。你蔡英文都没有建立嘛，所以储备到现在只有11天，这个该打屁股了。我们用韩国做例子，韩国的核电是30%，它的天然气进口大概占30%，比日本少一点啊。韩国的储备53天啊，所以我觉得坦白讲，这个就是政府的作为的问题了。荷姆斯海峡冲击最大的就是亚洲，没有错啊。就是亚洲，坦白讲，台湾有11天啊，我知道还有一些国家是0啊。你看你怎么办？因为储备是要花钱的啊，所以我觉得短期啦，就看这个战争打多久了。因为我原来一想象会打2个月以上嘛，因为没有人撑得住了。那到时候没有错啊，这个高市长要去美国啊，美国一定说我天然气无限供应，可是不好意思啊，美国拉到台湾，拉到这个东亚，要1个月。所以就考验你的储备了，所以日本一定是紧急的去跟澳大利亚调天然气，去跟马来西亚调天然气，你要用4价，所以一定贵很多了。那以那个能量来讲，日本是一个完全缺乏能源的国家了，所以它的储备也比我们大很多啊。然后它跟澳洲的关系、跟马来西亚、印尼的关系也远比我们要密切了，强太多了。所以坦白讲，你说台湾要去抢市价抢货，太高估自己了，太高估自己了啊！我坦白讲，台湾的问题真的蛮严重啊。龚明鑫也讲了一个大实话，了不起就烧煤啊，对，用废发电嘛。他讲了一个大实话啊，了不起就烧煤啊。所以我跟你讲，3月20号之后，你恐怕要戴口罩。好，赖老师怎么看？烧煤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其实我还是怀疑，因为台湾的电动车数量并不够多啊，而且我们不太愿意让便宜的、好的、品质好的电动车进台湾来啊。我想观众朋友都知道，我指的是哪一个地方的啊？大陆的电动车便宜、品质又好，不让它进来，一定要逼着台湾人去买贵的、品质又还可以的这个电动车，没道理嘛。那也就是没有办法把电动车普及化，没办法把电动车普及化，你的电桩就很明显的就没有这么强大的需求，那个它本身的供应量也就不够嘛。那因此台湾完全是在往后走，而不是在往前走。我们看到这个赫尔木兹海峡一封，油价一出问题，天然气价一出问题，还有货物卡在那里。你看今天台湾的股市就跌得很惨了，一开盘的时候很惨，收盘的时候还好有拉一点尾盘，可是我们还是跌了4.43%，还是跌了。那日本呢？日本跌了5.2%，韩国呢？韩国跌了5.96%，收盘了之后哦。可是您知道大陆的上海股市才跌0.67%，0.67%，而深圳股市只跌0.74%，这代表什么？大陆的影响真的是不大。那也就是跟我们所看到的新闻的媒体的报道说，大陆的船舶经由这个赫尔兹麦峡影响不大，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一个国家的能源政策。例如说，我们看到大陆现在的这个绿能政策，它本身占有量1/3哦，三都电有一定是干净的电，对，那么有一部分是核能，而且核能它现在很多，目前来讲，全世界假设有10座核能。有6、7座是大陆的核能在盖，我讲在盖，所以等于是大陆它本身非但不排斥核能，它还拼命的在发展核能。我们台湾刚好走相反，那连德国都在重新考虑，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开始要发展核能了？不再发展是不是会出问题？台湾完全都在想走相反的路，了不起耶，真的。那等到大陆的核能电厂都盖好了以后，他们本身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量跟煤的需求量又要下降了，所以你看天然气啦、核电啦，然后再加上这种那个天然气的发电，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想，我们台湾完全在倒退走，而所有的国家在往前走，台湾往后。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我觉得这是我们觉得最糟糕的地方是在于哪里？海峡的封锁对大陆的影响最少，而对我们的影响是这么的巨大，而这么的巨大的台湾却没有任何避险措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台湾的民众来说，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好，顺峰委员怎么看？这个协商会一定会办，但是问题只是在什么时候办，跟谈论什么议题的主动权，已经是北京掌握远远大于华盛顿。这个是一定会办，但这主动权是在北京的身上。各位可以看到，全世界看到的是一个乱的美国，稳定的中国。所以你看嘛，那个两会的王毅的记者会，凌晨3点半了，就已经排满了要进场的记者。这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全球关注他讲的每一句话。那从这里我们再对比一下，就马克宏现在就正蹭着这个脸出现了。所以马克宏在这件事情上是毫无发言权，而且呢，跑去找伊朗的总统，听得很大。我们都晓得这场战争能不能结束，能不能开始，怎么打怎么结，可能总统的发言权是很有效的。就是说，马克宏在这里只能蹭一回这一个热度，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上已经大大的衰落了。联合国的五常真的只剩下一个 G2 了。那我们来看看，现在中美之间出现了混跟乱之外，是美国处理问题越来越多。举个例子，俄乌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没有人知道，没有，这真的跟美连川普国自己都没有办法。跟美国有没有关系？100%的有关系，跟美国的国运有关系，100%有关系，一样的。这一场这个呢，伊朗的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一样，也没有人知道。现在呢，他要准备说，古巴，我看你还是省了一点吧。这是你看到的美国，但你看到的中国怎么？2025的时候，所有人预测他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解决，那个问题会崩盘。可是经过1年下来的结果，你发现它是有问题，但是他把每一个问题慢慢的拆解了引信。所以两个国家对比下来，两个所谓的G2对比下来的结果，一个是把问题不断的在增加，一个是把问题不断的怎么样子呢？在减少。这个两个国家的国力已经不是东升西降的问题了，是在看在全世界的眼子里，谁才是一个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台湾呢，在这里应该要明白一件事。刚刚不管是亮哥讲的，不管是赖教授讲的，我们讲的是很具体的能源的问题。请各位想一想，这个真的是不想讲，但你必须听的一个话，就是王沪宁讲，这个两岸人能够好好统合的话，7个更好。其中有一个叫能源保障。什么叫能源保障？就台湾你不要担心能源的问题嘛，大家能处理得好，我供应嘛，因为别的没有，我的电力是绝对够的。200公里这个距离很短，因为从西北到这个海岸线2000多公里，它都可以运输，它都可以输送了。